古人云：眼为心之窗，神藏于目。修行之人常说，当一个人踏上真正的修行之路，灵性开始觉醒，眼睛会率先呈现出特殊的变化。这种变化非观相由心生，而是体内气机运转，真元流注所致。究竟修行人眼中会出现何种异象？又为何说此乃觉醒之必经阶段？清晨的灵隐似雾气氤氲，金光出露，钟声传遍山谷，震动着每一片树叶。虚云禅师已在禅堂端坐多时，他双目微合，气息绵长。今日是寺中1年1度的开示日，慕名而来的修行者早已在禅堂外排起长队。请进。虚云禅师的声音宛如清风拂过湖面，不高却极为清晰。一位面容清秀的年轻僧人双手合十，缓步走入禅堂。他叫法明，从小在山间寺庙长大，自幼便有慧根，但苦于修行多年未得正果，今日特来请教。弟子法明拜见师父。法明恭敬地行礼。虚云禅师轻轻点头，目光落在法明身上，片刻后微微一笑：你已修行12载，却仍困于瓶颈，今日所求为何？法明一惊，自己从未向任何人提起修行年数，禅师如何一眼看穿？但他很快平静下来，道：弟子确实修行已久，可总觉与大道若即若离，内心时常感受到一股气机流转，却不得法门。近日读《黄庭内景经》，其中提到木藏华持珠，玉液清且扬，却不得其解。虚云禅师闻言，眼中似有光芒闪过：你提到的经文正是修行之要，世人不解，眼目乃通往灵魂之桥梁。千百年来，真修之人都知晓一个秘密：灵性觉醒必先见于眼。禅堂内忽然安静下来，只闻檐外雨滴坠落的声音。法明屏息凝神，等待师父进一步开示。古时有位高僧，闭关9年，出关之日，众人惊见其双目如星辰般明亮，此乃灵性觉醒之征兆。虚云禅师徐徐道来：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时，目中亦现异象，而老子著《道德经》时，道门记载其目蕴天光。这并非神话传说，而是修行人的真实经历。法明眼中满是求知若渴。弟子曾听闻，修行到某个阶段，眼中会有变化，却不知具体为何。敢问师父，这变化从何而来？虚云禅师站起身，步至窗前，望向远山。人有肉眼，能观形色。修行之人通过气脉打通，内景调整，渐渐开启慧眼。你修行12年，可曾注意自己眼中的变化？法明略显迷惑。弟子确实偶尔在静坐后，看镜中双眼略有不同，但不知是否为错觉。非错觉也。虚云禅师转过身来，内景玉经云：五脏六腑，津液满盈，眼睹飞光。修行人随着气机畅通，五脏调和，眼中自然会显现变化。这变化正是内在觉醒的外在体现。法明若有所思：弟子曾在古籍中见过修炼1000日，明眸如电之说，是否与此有关？正是。虚云禅师点头道：古人形容修行有成者目如朗星，眼含秋水，都非虚言。其实这些描述背后藏着修行的重要关窍。此时窗外阳光渐盛，一束光线透过窗棂，恰好落在法明面前的地面上，形成一个完美的光圈。虚云禅师看着这光圈，继续说道：你可知，眼睛之所以能看见外物，是因光线进入瞳孔，映照在视网膜上，而修行人内在的光也会通过眼睛显现出来。法明急切地追问：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已开始这种转变？有何征兆可循？虚云禅师微微一笑：不急，先让我问你，你可觉得自己近来事物有何不同？法明思索片刻，小心翼翼地回答：弟子确实发现，近半年来，夜间看物似乎比从前清晰些，有时静坐后看经书，自己仿佛有微光笼罩，
不知是否心理作用？非心理作用。虚云禅师语气肯定，这正是觉醒初期的征兆之一。修行人灵性觉醒，眼中变化通常分为几个阶段，如阶梯般递进，缺一不可。法明眼中闪烁着期待，请师父明示，这几个阶段具体是什么？虚云禅师走回蒲团前坐下，从袖中取出一面古铜镜，放在两人之间，你且看看自己的双眼。法明拿起铜镜，仔细端详自己的双眼，只见平日再熟悉不过的眼睛，今日看来却有些许不同，瞳孔似乎比平日更深邃，眼白部分隐约泛着细微的青色光晕。法明放下铜镜，困惑地问道：师父，弟子眼中却有变化，但这与修行境界有何关联？虚云禅师捋了捋长须，道德真经有言，见素抱朴，少思寡欲。眼中变化实则是内在修为的外显，当心神渐凝，气机渐通，眼目便是最先显现变化的部位。法明点头表示理解，却仍有疑惑，可是师父，世间修行法门众多，是否所有修行者都会经历眼中变化？不尽然。虚云禅师道，修行如登山，有千条路径通向山顶，有人走前门大道，有人行偏径小路，所见所历自然不同，但眼目变化是最常见的觉醒表征之一，尤其对于修气脉、练内功的修行者而言。说罢，虚云禅师取来一杯清茶，递给法明，你可知道为何古人常说眼为心窗？法明接过茶杯，恭敬地答道：弟子以为是因眼睛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。不错，但还不全面。虚云禅师抿了一口茶，继续道：眼与心的关系，古医书有详细论述。灵书《大惑论》云：心者，五脏六腑之大主也；目者，其窍也。心主神明，而眼为心之外窍，心气通于目，故眼能反映心的状态。修行之人，心境提升，眼中自然显现殊胜之相。法明若有所悟，弟子明白了，眼中变化实则是心性提升的外在表现。正是如此。虚云禅师点头，但也不仅如此，眼目变化又分为几种不同层次，每一层次对应修行的不同阶段。古籍中记载，真正的修行人眼中变化至少有3种常见表现：一是眼神变化，由浊转清；二是眼色变化，由常转异；三是事物变化，能见常人所不能见。虚云禅师看着法明专注的表情，继续解释，这3种变化背后又有更深层次的奥秘。性命归旨中记载，修真之事，先明心目之关系，而后可窥天地之机。眼目变化不仅是修行的自然现象，更是通往更高境界的关键所在。窗外忽然传来一阵鸟鸣，虚云禅师抬头看了看天色，时候不早了，今日开始即将结束，你既已踏上真修之路，眼中已有初变，还需谨记一点。虚云禅师目光如炬，凝视着弟子的双眼，你可曾注意，当真正的修行人灵性开始觉醒，眼中必现五香异变，此非寻常变化，而是天地元气与灵魂觉醒的交融显象。世人只知眼为心窗，却不知眼中变化暗藏成道玄机。若无此变，纵修100年亦是枯坐。弟子正欲追问，禅师却突然闭目。这5项若一一呈现，不仅证明你已踏入觉醒之门，更预示着禅师缓缓睁眼，道出了一个足以让所有修行人震撼的天机奥秘，更预示着你已开始触碰生命本源的奥妙，与天地共振的契机已到。虚云禅师的声音虽轻，却如惊雷般在法明心中炸响。法明双手捧着铜镜，声音略微颤抖，请师父明示这5项异变的具体表现，弟子愚钝，恐难自辩。虚云禅师点头，伸出枯瘦却有力的手指，示意法明放下铜镜。第1项，瞳光内现。初修之人，气机渐通，精气上注于目，
眼中自然生出一种特殊的光彩，非俗人所见的神采奕奕，而是一种内敛的光，如水中明珠，静而不耀。法明若有所思，弟子似曾在静坐后感受到眼中有暖流，望境时瞳孔深处却有不同。正是虚云禅师颔首，《黄庭内景经》中说：牧童存华经，华池灌灵根。此境界多在修行半年至1年时出现，是契机开始上行的标志。虚云禅师继续道：第2项，眼白变化。常人眼白浑浊不净，真修之人随着五脏调和，精气充盈，眼白会逐渐变得清澈，且隐约泛出青蓝之色。道藏修真实书中称此为目中生青，是肝气通畅，魂魄安定的表现。法明恍然大悟，弟子近来确实发现自己眼白部分似有变化，本以为是光线所致，非光线所致，而是内在变化的外显。虚云禅师语气肯定，这第2项多在修行1年至3年间显现，表明阴阳之气开始调和。虚云禅师接着说：第3项，夜视明澈。修行至此，眼中阴阳之气相融，不仅白日视物清晰，夜间亦能见物轮廓。内养经云：修真得法，目辨夜色。此非世人所言的夜视能力，而是阴阳调和，能在微光中感知物象的轮廓。法明回想起自己近来确实能在极暗的环境中辨识物体形状，不由得心中一震。弟子却有此感，原本以为是习惯了黑暗环境，世人习惯黑暗，不过是瞳孔扩大，接收更多光线，而修行人则是内在灵觉增强，感知力提升。虚云禅师解释道：这第3项通常在修行3至5年时出现，是阴阳之气初步融合的标志。虚云禅师略作停顿，喝了一口茶，继续道：第4项，目见气机。修行至深处，眼中会开始看到常人所不能见的气息流动，先是自身气机，后能见他人乃至草木山川之气。性命归旨记载，真人目中有神，能见气机流转，此境非幻觉，乃真实感知。法明眼中流露出惊讶之色，弟子却曾在深度静坐后，恍惚间看到空气中有丝丝缕缕的光流，不知是否为此相，正是此相的出显。虚云禅师肯定道：此相多在修行5至7年时出现，但需谨记，见气机者不可执着，当视而不见，存而不留，否则易入魔障。法明认真点头，表示理解。虚云禅师继续道来：第5项，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项，灵光一现。修行至此，眼中会在特定时刻，如顿悟之际、大喜大悲之时，或天地元气最盛之日，眼中会闪现一种特殊的光芒，此光非观肉眼，而是灵魂之光，古籍称之为慧光或神光。虚云禅师的声音变得庄严肃穆。南华经中庄子记载，真人之眼有若电光，指月露亦云：开慧眼者，目中有神。这第5项乃修行人灵性真正觉醒的标志，多在修行7年以上方可能显现。法明心中震撼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师父，这第5项具体如何显现，又如何才能确认？虚云禅师微微一笑：此项难以言表，但有缘者会在刹那间明了。有人描述为目中闪电，有人感受为光从内透，个人体验不同，但觉受相同。那一刻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内心深处被打开，眼睛成为灵魂之窗，内外交融。法明若有所思，静静地听着。虚云禅师又道：这5项变化，并非每位修行者都能一一经历，有人可能某项特显，有人则某项不明，但总体而言，眼睛的变化是灵性觉醒过程中最为直观的外在表现。师父，这5项变化是否与修行的深度相对应？是否所有真修之人都必经此路？法明问道。虚云禅师点头，眼目变化确实是修行深度的一种反应，但并非唯一标志。
有些人修行方向不同，可能显现的方式也有差异，但眼睛作为心之窗，通常是最先显现变化的部位。虚云禅师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目光望向远方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五象背后所代表的内在变化，瞳光内现，代表精气开始上行；眼白变化，代表五脏调和；夜视明澈，代表阴阳融合；目见气机，代表感知力提升；灵光一现，代表觉醒临界。这五香循序渐进，层层深入，正如修行道路由浅入深。法明恭敬地问：师父，弟子该如何正确对待这些变化？虚云禅师转过身，语重心长地说：见相不执相，眼中变化虽是好事，却不可执着追求。真正的修行在于心性的提升，眼中变化不过是顺带的现象，若刻意追求这些变化，反而入了魔障。法明点头称是，又问：那么如何区分真正的眼中变化与幻觉？真相无伪。虚云禅师道：真正的眼中变化持久而稳定，不会忽有忽无，且伴随着整体状态的提升，精神充沛，思维清晰，不会有虚弱、混乱等负面症状。若有不适，当是误入歧途，需及时调整。法明静默片刻，似乎在消化这些信息。片刻后，他又问：师父曾说这五项变化预示着与天地共振的契机已到，具体是什么意思？虚云禅师深深地看了法明一眼，眼为心窗，心为神府，眼中变化只是外在征兆，真正的奥秘在于，当眼中五项次第呈现，表明你的灵魂已经开始与宇宙的本源频率共振。此时，修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，不再是单纯的个体修炼，而是与天地合一的过程。法明眼中闪烁着理解的光芒，恭敬的行礼：弟子受教了。虚云禅师慈祥地看着这位年轻的修行者，记住，道在心悟，不在相求。眼中变化虽然重要，但终究只是路标，而非目的地。真正的修行是心灵的净化与提升，是与道合一的境界。法明忽然想起一事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师父，弟子曾听闻有人刻意修炼眼睛，妄图获得特异功能，此法是否可行？虚云禅师面色一肃：切不可如此。楞严经云：若不断淫，修禅定者，如蒸砂石，欲其成饭，经百千劫，终不能得。同理，若刻意追求眼中异象，不修心性，不净杂念，犹如逆行而求道，不仅无益，反而有害。虚云禅师缓缓起身，从书架上取下一卷古籍，指着其中一段文字：冲虚至得真经有言，目之所见，心之所思。眼中所见，源于心之所向。修行之人应当先正心念，净化内心，眼中异象自然显现，不可倒果为因。法明恍然大悟：弟子明白了，眼中变化是修行的自然现象，不可刻意追求，应以心性提升为根本。正是如此。虚云禅师点头道：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，即使眼中出现五项变化，也不可向外人轻易言说。古云：天机不可泄露。修行中的异象体验，是修行者与天地之间的秘密交流。一旦向不具慧根之人言说，不仅易招致世俗的误解与干扰，更可能导致修为倒退。窗外雨过天晴，一道彩虹横跨天际。虚云禅师微笑着指向窗外：看，天地之变，亦如眼中之变，都是内外相应的体现。修行之路漫长，保持初心，方能致远。天光已然西斜，禅堂内的对话也渐近尾声。眼中五象的奥秘，如同一把开启灵魂之门的钥匙，引领修行者走向更高的境界。正如古语所言：目藏神光通天地，修行觉醒此为正。眼睛的变化，不仅是修行进程的印证，更是灵魂与宇宙共鸣的开始，是每个真修者必经的神圣转变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
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